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《武术新传》，遇见陈安茂老师，非常的开心，我们又再一次在这个茶桌前、镜头前，再次遇见了陈安茂老师，赶快一起来跟陈老师打声招呼。老师你好，老师好，观众朋友你们好，好，还有我们的李彦斌老师，主持人好，老师好，谢谢你来。OK， 好，老师，朋友底下想请问您这一题，您好，老师，请问梳妆台可以放哪些东西招财或是好运呢？要怎么放才正确？老师这个好问题。梳妆台我好像节目提起的处是蛮多的。那在整个阳宅学里面，梳妆台它代表第二个财位。第二个财位。以前的人嫁女儿，家里再穷，两个嫁妆不能没有，脸盆跟梳妆台。是。所以梳妆台是由女方这边当嫁妆过去的。哦。但现在的人好像没有人在嫁的时候，对，运梳妆台，再到夫家那边再进门，现在都 IKEA 大概都事先买好。对，男方那边大概都事先准备好了。是。但不管事先准备好，还是你有钱给你的女婿，让他自己去筹划，这都没关系。梳妆台要放对位置跟方向，是要放对位置跟方向，它才会让你的财留得多，留得住。那如果对未婚的女孩子，她的梳妆台代表富荣、富德、富公，还有夫心明不明。以后嫁的对象是什么对象？另外一个就是她的私房钱。这个的私房钱跟嫁为人妇的私房钱不一样。嫁为人妇的私房钱叫做老公为了整个家计，我们花剩下的钱交给太太管的，那个也叫私房钱。没结婚的姑娘们，她们的私房钱是爸爸妈妈还是自己赚的，还是哥哥姐姐给的？是她留得住的。那个是她个人的私房钱，以后就是要嫁妆的。所以对未婚的女孩子要如何招好的桃花，是因为它要代表夫心明不明。对，在梳妆台面上最简单就知道要保持整洁干净嘛。对。但是我们的花有它的排序，牡丹为花的王，兰花为花的后。是，然后将会那个会就是我们所谓的报岁。对。那个叫做飞，所以要招好桃花，台湾第一个没有牡丹，但是女孩子要为后，不是为王，所以如果可以，现在台湾的那个蝴蝶兰花，它本身的技术非常好，小小的一盆的蝴蝶兰可以撑1个多月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出阁，你的梳妆台的位置也对，方向也对，再加一个小盆的蝴蝶兰，说不定会把你的格局又要升一格，本来是富贵人家，对，放了蝴蝶兰变成大富大贵人家的媳妇。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再进一步摆？我看你镜头右手边那个更大盆的，可不可以摆在这个？会不会更加富贵呢？速配，刚好你的台面就是这样而已。你放到大盆，你不会觉得很突兀？所以我们是小小的一株，让它有那个象征性。是，因为你在画这一个脸，看你的表情，衬托这一个蝴蝶兰，代表我是王后的那个后格，所以无形中在应对进退上，他就在警惕自己，也让自己由心里面要模拟有那个格局。所以当你的格都那么高了，一般的男孩子哪可能你会看得上？是，所以一定是吸引比较高格局的对象。了解。而且不是塑胶的哦，不是塑胶，不是假花，不是假花哦，对，真的。李老师补充这一句，不要假花，这是真的。因为如果是假花的话，搞不好是遇到假的，不是，别是租的。车子也是租的，嫁过去以后才说，我为了娶你，我租了多少钱，所以你的私房钱拿出来，我先去偿还一下。对，所以宁愿没有，都不要用假花摆在梳妆台。感谢好提醒，谢谢老师解答这一题。谢谢老师。
好，我相信这一题应该对非常多女性朋友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。那老师在影片其实我们蛮常提到梳妆台这件事嘛，所以真的很重要。再次提，如果要显得这个提升我们自己，老师建议摆盆花，那李老师建议一定要是真的，好不好？赶快分享出去，把这部影片传给你的好闺蜜，让她找到的对象，永远不会比得上你，好不好？自己要先好起来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期待下一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